基金会出手打压新任系公司，吴老星双方的博弈开始。马特先生 ，Facebook 公司未经同意就利用照片标记功能来收集用户的生物特征图像，泄露了消费者隐私，现对您做出6.5亿霸国币的处罚，请于1周内缴清。等等，就算是处罚，也应该有正规流程啊！没开庭，甚至都没让我上诉，就处罚了这么多钱，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？证据确凿，法官直接做了裁定，无需你的口供，你也不必上诉。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？你们简直太过分了！哼，过分吗？这只是开胃菜罢了。什么意思？马上你就会知道了。罚单已经送达，我还要去下一家公司。言罢，索尼娅风风火火地走人了。Boss 不好了，西方数据保护委员会对 Facebook 开出了18亿霸国币的罚款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究竟得罪了哪一位大佬了？突然，马特接到了索尼娅的电话。下午3点，来我办公室聊聊。不久后，冷面判官索尼娅来到谷歌公司。不是，我们做什么了？居然开出69亿霸国币的罚单！索尼娅女士，你知道69亿霸国币的现金对于一个正在快速发展中的公司意味着什么吗？你们谷歌利用安卓系统进行了垄断行为，让谷歌自己的应用软件在搜索中排在前列，触犯了反垄断法。不想再次被告，下午来我办公室。咱们要去这个疯女人的办公室吗？不去就要交天价罚款，而且后续还会来搞咱们，你说呢？半小时后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亚力公司。贾布斯先生，你们亚力的问题是这次整顿行动中最大的一个，希望你们认真整改，积极缴纳100亿的罚金。不想交罚金的话，下午来我办公室。索尼娅的雷霆行动并没就此停止，她来到了新讯大厦。你们是？新讯公司与 TT 公司涉嫌严重的垄断霸国市场行为，罚款1000亿霸国币，同时对负责人马腾进行刑事逮捕，拿下。此时，新讯大厦涌来了一大批记者。索尼娅女士，请问新讯集团的2把手马腾为什么被抓？新讯集团是犯什么错误了吗？我听说新讯集团被罚了1000亿的天价罚单，这是真的吗？新讯集团因为涉嫌垄断，被处以1000亿霸国币的处罚。当然，钱是次要的，最主要的是新讯 TT 涉及数据安全以及垄断问题。霸国是我们霸国人的霸国，某些居心叵测的人想在我们这里搞垄断的话，我们必定重拳出击。说得好，让大夏人做的软件滚出霸国。我们不需要大夏人来偷窃我们自己的市场份额。当天下午，贾布斯几人一起来到霸国金融司，4位都是霸国本土人吧？几人互相看了一眼，尴尬的点了点头。那好，我就开门见山了。这次的大整顿就是基金会针对3金搞出来的，你们呢，只不过是这次整顿行动里受到波及的小鱼小虾而已。您说的针对3金的行动，包括这次霸凌楚佳熙吗？当然啦。那卢锡安，那微战神他们下台也是吗？你还漏了一个被3金扶持上台的唐纳德。3金的实力已经达到可以威胁基金会的程度了吗？索尼娅小姐，您把我们4个人叫过来，是想让我们做些什么吗？还有，您说的来您办公室可以免于处分，是真的吗？问得好。索尼娅拿出几份文件，这是指证3金涉嫌垄断市场、泄露消费者隐私以及泄露霸国安全数据的指认书。我需要4位在上面签名，帮我指控3金。您这是要我出卖自己的老板啊？他是大夏人，我想各位也不希望自己国家的市场份额都被一个大夏人霸占吧？我这样做是为了咱们这个国家着想。这种无聊的话术，还是别对我们用了吧。好，那咱们就在商言商。几位在公司虽然都是负责人，但最大的股东却是3金，也就是说，实际上公司的掌控权在3金手里，没错吧？明明是你们创建的公司，却被别人摘了桃子，自己成了打工仔。我觉得以各位的能耐和野心，是不会甘心的，对吧？4人没有说话，他们知道索尼娅就要开价了。如果4位愿意帮忙出庭指证，那么3金为了避免垄断罪名成立，则必须售卖手里的一部分股份。你们是有优先购买权的，收购了一些股份之后，你们就是公司最大的股东。以后各位的公司就是霸国本土公司，不再属于大夏人。那种情况下，我们金融司自然不会继续追究各位，罚单也将撤回。话音落下，几人眼中满是贪婪之色。各位签字吧，索尼娅小姐说的对，公司是咱们弄起来的，凭什么让3金摘果子？更何况3金的行为的确涉嫌垄断，我们有义务帮助我们国家的官方，将这个外国来的强盗赶出霸国。索尼娅小姐，你说的对，谷歌从此以后将独属于霸国，为我霸国效忠。亚力公司本就是霸国本土企业，只是被3金在低谷时期摘了桃子而已，现在是时候物归原主了。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们放心，事成之后，我必将推荐4位加入基金会。Boss， 霸国金融司要求您1个月之后去霸国进行听证会。该来的还是来了，基金会这是图穷匕见，要直接拿我开刀了。该死的霸国人，打不过就直接动用权力耍流氓。我们好不容易打下的市场，他们居然要直接抢。霸国如果不霸道，怎么能叫霸国呢？等着吧，早晚老子连整个霸国和基金会一起收拾了。这时，沈傲的电话打了过来。3金，你来私房菜，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，沈总督？放心，是好事，有大人物来看望你。3金赶到私房菜的时候，见到了2位老熟人。3金来了啊！ 2位老爷子你们好。小金了，最近新苑资本过得不算太平吧？
不是很太平。霸国人耍流氓，直接无罪证就定我罪，估计会损失不小。霸国一向如此，毕竟是基金会的大本营嘛。我们来那就是想告诉你，别有顾虑，放心大胆的去干。无论结果如何，我们和大夏都将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我们都老了，以后大夏有你扛着，我们也可以放心的去享清福了。这是我给你要到的优惠政策，尤其是在高科技产业这块，10年之内所有的税全部给你免了。我知道你被罚了很委屈，没办法还手，没关系，我们也罚基金会的公司，巨印、摩根、高盛这些基金会名下的公司，每家先罚他个200亿吧，谁还不会开罚单了？三金内心十分感动，谢谢二老了。先别急着谢。说完，风红阳递给三金一份资料，这个是商家与天权星、天书星的一些情报，这些人最近勾搭在了一起，似乎不仅仅是想对你下手。你小子本事可真够大的，能以一己之力硬逼基金会动用所有的招数，甚至还能逼着3位五老星联合起来对付你。我们要是不来帮帮你，你小子以后的日子怕是会很难过喽。1年前三金公司出事，还是我出面就能解决的，现在我居然连手都插不上。二老，我三金嘴笨，一切都在酒里了。先别着急喝，我们的礼物还没给完呢。还有礼物。只见二老同时掏出了一枚古朴的青铜令牌，是五老星令牌，持此令牌者可无条件号令所在战区的兵力，动用所在区域的所有资金。两位这是要把令牌赠送给三金。二老，我承受不起。拿着吧，我们既然能交给你，就已经想好了一切。以后风家与姬家、天机星与天玄星一脉都将无条件的帮你。国外的事或许老头子帮不上忙，但是在国内，谁想动你，必须要问了我愿不愿意。在心愿资本的生死存亡之际，两位五老星倾尽一切的帮三金渡劫，我定当不负二老所望。此时帝都郊区，商力与另外的2位五老星聚在一起。有2位五老星的帮忙，基金会实现终极目标的日期一定会大大缩短。三金坏了我殷家与姬家的联姻，害我丢了很大的脸。几10年了，在大夏就没有人敢这么跟我作对的。三金以为自己册封了副总督就能目中无人了，殊不知我蒙家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我已经调查过了，目前能制衡三金的有3方面。第一，三金有一个慈善基金会，累计起来的款项已经达上万亿了，我们可以想办法把钱弄过来。第二，三金的电子代工厂生意发展的非常好，一旦让它做成了，在高科技领域它将再无敌手，我会找到在这个领域能与之抗衡的人。第三，房地产项目目前来看很有可能成为未来大夏的支柱产业，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跟三金抢地皮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，我们2家会鼎力支持你。几天后，三金一行坐上了开往羊城的飞机。老公，这次去羊城那边的公益学校调查，无论是西苑学校的校长，还是西苑慈善基金的负责人，恐怕都只会让你看到你想看到的东西。老婆大人说的对，我们真想了解情况的话，只能微服私访，暗中探查。那咱们就玩一次微服私访，去看看到底有什么猫腻没有。嘿嘿，没想到有生之年，我也能在自己的地盘上玩微服私访。变完装的2人已经完全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。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证件都给你看了，你还检查什么呀？学校的规定如此，甭管是谁，就是校长来了，也必须得仔细的检查。你检查就检查，动手动脚的干嘛？检查嘛，当然得里里外外、仔仔细细、深入浅出的好好摸一遍喽。我要去校长那告你。